这个李白不是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吗？跟这个杜充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杜充又是谁呀？这个杜充啊，他是东京留守宗泽的继任者。可以说啊，如果呀他有宗泽一半的本事，收复河山希望极大。实话实说，如果我们比较一下，会发现当时的形势要好于东晋初年和南明时期，因为当时北方的很多领土都没有被金人占领，而且是遍地义军，全部为宗泽马首是瞻，百姓啊依然心向大宋。道理很简单，民族认同、文化认同、国家认同。当时的女真人，记住啊，当时和中原百姓既不同文同种，也不同根同源，从历史、从法理、从文化，当时都不属于一家人。民族融合、女真人快速汉化，那是之后的事儿。所以啊，当时的岳飞抗金和后世被尊为民族英雄的有错吗？凭什么脱离当时的历史现实去谈论历史？难道我们还要像公知一样去独立思考吗？好吧，那就让我们看一下杜充是怎么上位的。宋高宗啊，在李纲被贬之后，用了2个宰相，叫黄潜善和汪伯彦，而这哥俩都是后世奸臣排行榜上的名人。对于这2个人呢，宋人就曾直言痛骂道：“初起忠心，而此等人为宰相，如何有恢复之望？”其实啊，痛骂这对奸臣已经算是轻的了。这哥俩不仅是祸国殃民，而且还导致宋高宗不孕不育，彻底绝后了。当然呢，这些都是后话。咱们再说宋高宗用的另外一个人，在宗泽死后啊，接替他的人叫做杜充。这个杜充啊，就是个毫无本事的怕死鬼。当时啊，面对金人的进攻，杜充的办法就一个：逃，玩命的逃，可劲儿的逃，爱谁打谁打，反正我逃。除了怯战怕死之外，杜充还有一个本事，就是刚愎自用，赏罚不公。他能让所有跟他的人是离心离德。当时宗泽生前已经收编了中原所有的义军，让他们携起手来一起抗金。结果杜充上任之后是一顿乱搞，把这些义军都给得罪了。大家宁愿是投降金人，也不愿意听他指挥。要录记载啊，宗泽在，则道可使为兵；杜充用，则兵节为道矣。就这样的一个人，你说带兵打仗的本领呢，也是可想而知的。建炎3年6月，得知宗泽病故之后，金人立刻是大举南侵。而面对金人的入侵呢，杜充弃城难逃，直接就跑路了。杜充逃跑期间呢，为了阻拦金军，竟然命人扒开黄河大堤，妄想用黄河之水来阻拦金人。结果呀，黄河根本就没有淹死金人，反而淹死了中原的数万百姓，同时让百万百姓是无家可归。单凭此举，杜充的罪行真可谓罄竹难书。当然呢，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杜充掘开黄河的行动就可谓是丰功伟绩、劳苦功高了。因为杜充掘开黄河之后导致黄河水患不断，金国之后不管如何治理也是无济于事，终金国一朝也没有把这个水患治理好。这个元朝建立之后，黄河还是水患不断，导致元朝也是一直在治理黄河。最终就是因为治理黄河不力，元朝爆发了那场10人1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农民起义。言归正传，目睹杜充获决之后，满朝文武都怒了，大家是接连上书，要斩杀这个擅离职守、陷害无辜的畜生，要对他严惩不贷。然而在群臣一片喊打喊杀声中，宋高宗还是力保了杜充。他不仅没有治杜充的罪，还把他提拔为尚书右仆射，同平章事，也就是代理宰相兼江淮宣抚使。杜充不仅升职，还成了宋朝长江防线的指挥官了。这就有一个问题，宋高宗为什么这么信任杜充呢？2个字足矣，这2个字就是忠心。对于这个毫无根基、仓促登基的皇帝而言，是否对自己忠心是他用人的唯一指标。哪怕这个人平庸之极、昏庸无能，只要他对自己忠心，就照用不误。反之，即便这个人能力出众、品德高尚、为国为民、尽忠报国，也照杀不误。
那么这个寡恩残暴、兵民结恨的杜充，在得到皇帝的信任之后，他真的能肝脑涂地、誓死效忠宋高宗吗？这个当然不可能了。要知道，宋高宗想让杜充这种心中只有自己、根本没有江山社稷的人替自己卖命，那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这不，建炎3年金军南下的时候，杜充是二话不说，再次率军逃跑了。没过多久啊，他就投降了。至此啊，这位皇帝极其信任的杜充成了大宋王朝第一个投降敌军的宰相。这个结果在预料之内，却又让人无话可说。得知杜充叛变投敌之后，宋高宗是好几天是吃不下饭，他一直喃喃自语道：“我对杜充那么好，给他宰相的待遇可谓不薄，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”答案呢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宋高宗也不是什么好货，还有啥好念叨呢？不过现在啊，赵构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了，因为杜充投敌之后，长江防线就被金军轻易突破了。金人的铁骑随意践踏南方大地，来追杀赵构了。这位皇帝即将背起行囊，唱起“我要从南逃到北”，开始自己的奇幻旅程了。